每次看到西科斯基 S64那骨感的身板，总让我想起2个字：骷髅。但你肯定不知道啊，这个骷髅呢，还差一点有一个固定版本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个被称为是飞行的集装箱船的奇怪飞机 XC120。为什么它有这个别称呢？因为跟常见的把货物装进自己宽大的机身内的运输机不同啊，它装货的方式跟集装箱船如出一辙，就是把货物变成自己机身的一部分。你可以一边看图呢，一边细细品味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了。XC120 由开发了 C119 的仙童公司设计制造。C119 呢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它是2战后最实用的军用运输机之一了。于1947年首飞，做好飞行的篷车，其最大的特点是大而宽敞的机身悬挂在双臂的机翼上。C119 一共建造了1100多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扮演了各种角色，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啊，勇攀高峰的工程师认为他们还能做得更好啊。C119 显然还是有潜力可挖的，比如这样一些应用场景：军用运输机呢，经常执行跨度很大的任务，包括运送人员、运送货物、运送伞兵，以及通过降落伞投下大件货物等等。所以机身中呢，就必须要配备适当的功能，以允许执行所有这些任务了。这就意味着啊，它经常要承载着一些可能并不有助于手头正在执行的这个任务的额外重量了。于是，仙童的工程师设想，如果军用运输机仅针对其执行的特定任务去配备装备，则效率肯定会更高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就是为每个特定任务配备不同的专用机身了。这样的想法便催生出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运输机之一了 ，XC120。背包飞机，它保留了 C119 的双臂配置啊，但采用了全新的大幅缩减的中央机身。新的机身呢有一个平坦的底部，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在上面安装各种特殊的货舱嘛。例如啊，一个吊舱可以优化用于运输重型货物，而另外一个吊舱呢可以用于运输人员，而其他货舱可以配备为通过降落伞运送部队或者是重型设备等等。还有一些甚至可以用作便携式的医院、雷达站、指挥中心或执行其他专业的任务，一机多用，完美高效啊！除了怪异的机身啊 ，XC120 的设计中呢，还有另外一项另类的更改，它就是用全新的4轮起落架替换掉 C119 的3轮式起落架了。所有的4个部件呢，都内置在双臂当中，可谓是飞机上的麒麟臂了。而且还很高科技啊！飞机的离地间隙呢，是可以通过起落架高度的升高或者降低来调整的，从而轻松容纳不同尺寸的货舱。货舱本身由4个小轮子来支撑，因此可以独立于飞机在地面上轻松操纵。一旦定位在机身下方，吊舱就会被内置在机身4个角的电动绞盘提升到位，然后用球窝接头锁死，最后呢，通过充气垫圈密封机身和吊舱之间的缝隙，这样就可以起飞了。好，给你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这样的可换吊舱设计，除了减少任务以外的多余重量以外，还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啊，可以减少运输机停在地面上的等待时间嘛。XC120 只在部署到前线机场，在那儿它会迅速放下吊舱并再次起飞，大大缩短了在地面上的等待卸载时间。而这个呢，正是飞机最容易受到袭击的环节了。在放下吊舱之后，它就可以快速的返回基地，而此时的基地里面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吊舱，同样也是迅速装载，迅速就送往前线了。周转时间大为缩短啊！其实像这样不同寻常的设计呢，在2战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经常都会出现，就连我的视频里面都已经讲了不少了。但事实证明啊，2战中的德国人就已经把脑洞打开了。与 XC120 一样，他们早就设计了菲泽勒 FI333，用于运输模块化的货物集装箱。不过德国的设计还是笨拙了一些啊，其特点是长而细的机身配上固定的尾轮起落架，看上去就知道它带货的能力可比背包式的飞机要小太多了。而且 FI333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绘图板，自始至终呢就只是一个设计项目而已。美国人好歹还造了一架出来，就冲这点你不马上点个赞吗？继续回到 XC120 啊，它在很多方面都与现代集装箱船的概念非常相似，而后者几乎已经完全
权接管了国际货物运输的业务。可见 X120的眼光还是非常超前的。它翼展33米，机长25米，原型机的最大总重量为29吨，包括了9吨的载货量。飞机由5名机组人员操纵，有2台3250匹马力的普惠 R4360新型发动机提供动力，最高时速为415公里。尽管在1950年便开始了广泛的测试，并在当时的媒体上展开了大肆的宣传。但第一次挂上货物吊舱飞上天呢，却一直要让人们等到了6年后的1956年的4月才发生啊。然而不飞则已，一飞就挂。尽管有着创新的设计和美好的前景，但美国空军却最终也没有认可它，理由相当尴尬啊。它只有在装着货物的情况下才能飞行的良好啊，一旦离开肚子下面的东西，就怎么也飞不稳了。当时的试飞员詹姆斯·温尼只用了一句话就把空军给点醒了。很高兴他们只造了1架，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性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 C119 产量增加的需求呢，似乎已经冻结了仙童对背包飞机开发的兴致了。X120 从此便被世界遗忘了。还好我今天挖到了它，所以大家还想要看哪些奇葩的飞机呢？留言来告诉我，我来讲给你听。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到底有何区别？其实到了今天啊，它们之间的区别呢已经很小了。尤其是巡洋舰和驱逐舰，两者完全就可以互相客串了，名字不过就只是名字了而已。但是啊，这些名字又是从何而来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溯源一下这几个不同舰种的由来和区别。当然是一定要加上已经消失但是人气依然很旺的战列舰了。当时间退回到风帆时代呢，那个时候的战舰啊，就只有2种：战列舰和巡洋舰。由于只有火炮可以用呢，所以彼时的海上战争成败只由2点决定。第一就是火炮的数量，第二就是这些火炮到底能不能把敌舰给对准了。装很多的炮相对来说呢，并不难嘛。无外乎就是把船做得够大，把装甲做得够厚就可以了。但是啊，由于船体需要长成一个狭长的样子，才能在海面上比较快速的航行，所以这些大炮的安装位置呢就比较尴尬了，还只有舰体的侧面这一个选项。所以你看啊，早期的风帆战舰侧面全都是洞，3、4层甲板，每侧装上上百门大炮的战舰呢比比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他们的火力虽猛，但是输出的角度却十分有限啊！基本上就只有把侧面对着别人的时候呢，才有战斗力。其实这个 bug 即使到了后来的炮塔时代，也没有改变多少啊。由于上层建筑的阻挡呢，前后方向的火力输出依然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怎么办呢？研究战术呗，于是 T 字战就出现了。在2舰互搏的时候，把自己摆到 T 字上面那一横的位置上，让自己的侧面对着敌人，就成为了最理想的战斗阵型了，俗称 T 字优势。那要是一群战舰编队战斗时该怎么办呢？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嘛，双方先是相互排成一字纵队切入战场，然后再想方设法的绕到对方编队的正面去输出火力，这就叫做抢梯头摆战列了。战列2个字已经出现了。是的，它指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纵队阵型。于是啊，打这种战列阵型的战舰呢，自然就被叫做战列舰了。作为海军中的最强舰种，拥有最多的火炮和最后装甲的它，显然烧钱的程度也是最凶的嘛。既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玩得起的，也不是随便哪个任务都舍得派它上场的。比如日常巡逻什么的，又不是去拔钉子，要这么猛的火力干什么呢？出于经济和效率考虑呢，另外一个舰种便出现了。巡洋舰，对的，它已经用名字在告诉我们，它就是去巡洋的。它拥有比战列舰稍薄一些的装甲，口径和数量稍小一些的主炮，和自然稍小一些的尺寸和造价了，以便采购更多到海上巡逻，维护自己的海权去了。好了，这耀武扬威其实没过多久就被一样很阴险的武器给打脸了。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那就是鱼雷。它藏于水下，自带动力，跑得又快，炸得又猛，只需要小小一枚就能干掉一艘巨轮，性价比相当高啊！从此，强弱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了。英国人奉行的海上封锁战略呢，也因此难以为继了。他们一开始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啊！
一方面是真真切切的带来了损失，而另一方面呢，它打破了本应正大光明开战的绅士战传统啊，虽然那本来就有点虚伪啊。于是威胁之下，英国人只能反制啊，而这种反制的思路呢，最终就为我们带来了驱逐舰，用更高的速度、更优的水下攻击能力和更快的小口径速射火炮来驱赶和摧毁另外一些舰种，比如鱼雷艇、潜艇和同类的驱逐舰等等。当然，日后还要再加上飞机了。好啦，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这一路演化下来呢，变得一个比一个更灵活，一个比一个功能更多，一个也比一个更轻、更小、更便宜，对不对？哎，是这样的啊。但是导弹它出现了，巨舰大炮的时代也就终结了，只有大炮的战列舰呢，首先就下岗了，而顶着巨舰名头的巡洋舰日子也不太好过了起来。既然导弹体积小、精度高、威力大，盯上就能中，哎，那更厚的装甲还有什么用呢？没有厚装甲了，要那么大的身板有何意义？没有身板的加持，叫不叫巡洋舰也就无所谓了嘛。而且驱逐舰照样也能巡洋啊。所以从导弹出现开始呢，海面舰艇的任务划分又有了变化，谁都可以装导弹，谁都可以装鱼雷，谁都可以装雷达。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找一艘大小合适、速度合适、成本合适的船来装呢？哎，它就是驱逐舰了。所以它才是当今海面上的多面手嘛。我们来数一数它可以干的事情啊，装备有防空、反潜、对海等多种武器，既能在海军舰艇编队中担任进攻性的突击任务，又能承担作战编队的防空、反潜、护卫任务，还可以在登陆、抗登陆作战中担任支援兵力、巡逻、警戒、侦察、海上封锁和海上救援都可以，还能给无人舰载机提供起降的平台。哎，怎么样？好是好啊，只是如果仅仅是偶尔用来执行一些轻度的反潜、护航任务的话，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大材小用呢？哎，对嘛，所以再阉割一下，整一个护卫舰出来呗。终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舰种呢都出来了，所以最后咱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呗。战列舰太过明显，直接就把它踢出去啊。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三者，巡洋舰最大，更注重防空支援；驱逐舰次之，拥有更强的反潜能力。护卫舰呢最小，擅长护航和其他两位大哥都瞧不上的杂碎小事，你明白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一艘巡洋舰被叫做粉红女郎，是不是奇耻大辱啊？不过这么叫它也不冤枉啊，因为跟通常的灰色涂装不同，它就是被涂成粉红色的，而且这个粉红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蒙巴顿粉红，是由棕灰色与少量的威尼斯红混合而成的，得名于皇家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蒙巴顿啊是在二战爆发的时候成为了第5驱逐舰舰队的指挥官的。那个时候舰队的涂装呢还一切正常，也就是便于在海面上伪装的深灰色了。但是改变发生在1940年的一天，当蒙巴顿的舰队护送一支商船队行驶在太阳即将落下的海面上时，他注意到其中有一艘商船呢在视野里面消失的速度特别快。哎，那是一艘被涂成了淡紫色的联合城堡班轮。这个现象让蒙巴顿意识到，粉色也是一种很好的伪装色啊，尤其是在黎明和黄昏期间，恰好对船只来说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更是可以利用它来提高隐藏的效果了。于是他就下令将舰队的涂装统一更换为粉红色。所以你看啊，英国人的烧气呢是从来都不缺的，哪怕打仗也是要找个正当的理由烧起来啊，好吗？那有疗效吗？其实并没有正式的结论啊。反对者认为，由于普肯野效应的存在，也就是亮的时候它比别人更亮，暗的时候它又比别人更暗，只会让船看起来更加明显嘛。而支持者经常会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那个别称粉红女郎的巡洋舰肯尼亚号了。在一次突袭行动中呢，他被德军的海岸重炮轰击了数分钟，但却只受了点轻伤，便全身而退了。哎，是不是很奇怪啊？首先啊，值得肯定的是，它的确跟粉红色的涂装有关。但是却跟蒙巴顿的设想完全就无关啊，而是德国人在炮弹中使用的染色剂正好就是粉色的，使得侦察员无法区分到底哪边是炮弹的飞箭，哪边是真正的船身，才让很多炮都射偏了嘛。好了，这种颜色的争议啊，到了雷达普及的年代就完全不重要了。船身想要什么颜色都是可以的嘛，只要涂料里面能够有足够的锡箔材料就可以了。不过你注意到了没有？相比起变来变去的船身颜色，船底的颜色似乎一直就没有怎么变过，基本上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呢？这个传统啊，几乎延续2000多年了。回到早期的风帆时代，那个时候呢，木质的帆船就开始缓慢地绘制出世界各地的海图了。
由于行驶的足够慢，船身也足够的粗糙，就使它们成为了水下生物的理想温床了。不花钱就能住的酒店还是环球酒店，多香啊！于是什么藤壶、船躯、海藻之类的，简直是能上多少就上多少，完全不设上限。但问题是，带上它们对船没有好处啊，反而直接和间接的伤害还不小啊。船躯会钻透木质的船身，造成漏水，影响结构强度；藤壶和海藻会使船身的表面更为粗糙，带来额外的阻力，而它们都会增加船身的重量，拖慢航行的速度嘛。这长此以往可不是个办法啊，一定要赶走它们才行啊。早期呢，人们使用薄铅板和薄铜板来包裹木质的船壳，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由于舰船开始大量使用钢材了，如果继续覆铜的话，实际上在海水中呢就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导致船壳不断被腐蚀，所以覆铜的做法是再也行不通了。那怎么办呢？人们决定换个思路啊，既然我赶不走你，那你来吧，我毒死你好了。怎么毒呢？氧化汞和氧化亚铜这两种有毒的材料从此就上场了。恰好它俩天然都带有一点红色，于是还有它们的船漆就都是红色的了。它叫做防污漆。从二战开始，经过多轮升级，一直就被我们用到了现在，发展成为两个大类：硬涂层和软涂层。两者都会缓慢地向海水中释放含铜毒剂，但区别在于，软涂层是靠慢慢地把自己的外层剥落，从而让毒剂渗出来的，而硬涂层嘛，则是在不剥落外层的情况下，逐渐从外到里释放毒剂的。所以第一，它们都是有有效期的，定期就要回到干船坞中重新上漆。第二，它们都是会污染海洋环境的，尽管我们已经越来越注重这一点了。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了。关于船舶的知识，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趣啊，比如超级游轮要是坏在大海中央动弹不了了，怎么维修呢？比如港口中的最萌身高差，小拖船怎么可以拖动大它无数倍的大巨轮呢？等等，这些我接下来可能都会讲讲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两只鸽子怎么都想不到，下一秒天堂变地狱。仔细看啊！打扰他们的是一枚从美军基德号驱逐舰上发射的最新型战斧式巡航导弹了。它应该没有装上战斗部，否则两只鸽子呢就只能去见阎王爷了。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它俩似乎是躲过了一劫，但其实这一劫本来就不该来的，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或者说所有的巡航导弹通常打的都是陆地上的静止目标，至于海上的目标嘛，它根本就不擅长。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听我讲完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你就明白了。拿战斧式巡航导弹举例，它采用的是结合了惯性制导、GPS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和数字场景匹配制导等手段的一套复合制导方式。我们一个个来说。惯性制导呢，通常用的是陀螺仪、加速度仪等设备来测量导弹的实时飞行参数，并拿它跟预先设定好的飞行参数做对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进而控制导弹飞向目标的。举个例子，你会更加明白啊。这有点像是你给一个不知道你家在哪儿的朋友指路。你不会告诉他你家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告诉他了他也不一定知道嘛，而是从他的起点位置告诉他走多远就该朝哪个方向拐弯了，接着再走多远再怎么拐之类的，于是呢他也就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着你给他的指令一步步的朝你家接近了。至于到底能不能准确的到达呢，取决于你的描述精度和他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自己每一个所处位置的正确判断了。所以啊，换到导弹上面的惯性制导上呢，仪表的误差就是决定最终精度的关键了。虽然我们已经越做越好，但是想要完全避免仍然是天方夜谭啊。而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误差是会积累的。所以单靠惯性制导的尴尬就是打得越远，偏得越多啊。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能够在中间帮助它修正的方法了。GPS 制导算是一个，当然咱们自己的呢就是北斗嘛，靠卫星进行精确定位，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谁还没有用过导航呢？是不是？虽然精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地形匹配制导。它靠的是装在导弹上的雷达，用实时测出来的地形数据去匹配事先已经输入到导弹计算机里面的地形参考数据，然后控制导弹一步步的追着这个参考结果去飞的，有点像是乐高机器人的巡线功能啊。它是巡航导弹的专属，毕竟只有贴着地面飞呢，才能享受到看清地形的福利嘛。
它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都可以用周围地形的垂直等高线来唯一确定的话，那么我只要去匹配这个特定的垂直等高线特征，不就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位置吗？于是系统当中的雷达高度表、气压高度表、惯性测量装置和计算机就开始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了。雷达高度表呢，提供导弹的离地高度；气压高度表则测量导弹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两个信号在计算机里面再同惯性测量装置得出来的加速度数据综合一下，便产生出了极其精准的绝对高度信号。而把这个绝对高度信号减去离地高度信号，是不是就是等于指出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地形标高呢？是的导弹正是拿这个测得的地形标高跟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基准标高数据去匹配的。如果没有偏差就继续飞，如果有一定的偏差，那就调整姿态，重新回到准确的路线上去嘛。巡航导弹在飞行的途中可能需要经过数十个这样的地形匹配点，以此不断修正自己的航向，最终才能提供出相当高的精度了。好了，就这么飞了一路，等来到末段准备要实施最终打击的时候呢，另一个更为精确的制导模式便开启了，它就是数字场景匹配制导。这个制导系统使用位于巡航导弹头部的摄像机来实时的拍下地面的动态影像，并拿它来跟事先储存在导弹里面的画面做对比，就跟我们人眼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到了最终你的朋友能够把手敲到你家的门上，不就是他看到的信息跟他得到的信息正好匹配上了吗？综上就是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制导全过程了。你可以发现它就是为陆地目标而存在的嘛，什么地形匹配，什么数字场景匹配，到了瞬息万变的海面，不都是白瞎吗？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那两只无辜的鸽子呢，本不应受此一劫了。但是到了战斧的 Block 4版本，目前的承包商雷神公司呢，准备再从美国海军身上收刮点银子出来，就整了一个针对海面移动目标的版本。它当然就需要再花点钱升级一套主动式雷达制导出来嘛。但是海军看了测试，惊得直呼好家伙，我要了！于是不仅追加了订单，还又继续坚定的把战斧升级到了 Block 5版本，计划一直威胁世界到2040年。对了，我们也有长见识不怕。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先保证你不要笑场说实话，看这两玩意踢球，心情再不好都很容易笑出声来的。建议你一定要收藏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这两个机器人呢，全身上下只有20个可以活动的关节并且只训练了240个小时，也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如此丝滑的完成这些带球过人躲闪射门的动作了。由此可见，这男足的训练量可能还是太少了。他们是谷歌 DeepMind 的一个团队用深度强化学习的方式训练出来的。而什么是深度强化学习呢？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自己去玩，并从中学习。就像是你学习踢足球时你会先试着踢几脚球，可能踢歪了，也可能踢不远，然后你会根据这些失败的经验调整一下自己下一次的动作。机器人也是如此它通过试错来找到最有效的做法。这背后有2种技术支持。第一种是强化学习，这是一种奖励系统。机器人做的对时呢，它会收到奖励，例如走的会更快，踢的球会更准等等。做错了怎么没有奖励？通过不断的重复这种试错的过程，机器人就学会了哪些方法会更加的有效。第二种是深度学习，这其实是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聪明的一种技术。它通过一种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方式，让机器人从大量的数据当中识别规律，就像人类通过观察和经验来变得更聪明一样。你会发现这好像是一种传承。人类通过模仿大自然，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于是就把这个经验交给了自己的亲儿子，让机器也模仿咱们自己，它果然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而这个过程前后只花了不过70年而已。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开始梦想着创造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了。艾伦·图灵提出了图灵测试，认为如果机器能够与人类进行对话，就可以说它具备了智能。然而那个时代的机器呢，只能按照预定程序执行任务，根本就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马文明斯基等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推动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并提出了早期的神经网络模型，尝试模仿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虽然这些机器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但它们依然无法真正学习。进入到1980年代，杰弗里·辛顿提出了反向传播算法，使得神经网络能够通过调整内部参数不断的优化。这个时期机器开始具备了通过试错学习的能力，但由于计算资源有限，应用场景依然是很有限的。2000年，
大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推动了机器学习的飞跃，深度学习的出现就使得机器能够处理更复杂的任务了。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通过数百万公里的行驶数据自我学习，逐步优化驾驶决策。2010年代，深度强化学习的出现彻底就改变了游戏规则啊！通过结合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机器不仅能够从大量数据中学习，还能够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不断调整行为。例如 DeepMind 的 AlphaGo 通过深度强化学习就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证明了机器可以在复杂领域当中超越人类。今天，机器训练已经跨越了虚拟的世界，开始在真实环境当中自我调节。研究人员就发现啊，经过深度强化学习训练的机器人做起事情来，比传统方法训练的机器人还要更好、更快啊。比如，他们走路呢就比传统机器人快了181%，转身速度快了302%，踢球更有力，甚至摔倒之后站起来的速度也提高了63%。当然，做一个比男足更会踢球的机器人，并不是科学家的最终目标，他们更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如何快速让机器人学会更多复杂的技能，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工业生产、救援工作、医疗帮助等方面代替人类完成任务。至于踢足球嘛，也代替了算球，你们觉得呢？